Insta360 Go 3是这个系列第3代的产品，它改善了前2代大家诟病的难看的画质、机身没有萤幕这2个缺点。那 Go 系列的运动相机在市场里面算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拇指的大小、各种配件的搭配、磁吸的设计，让你可以在各种单眼、微单、类单、手机，甚至是普通运动相机没有办法取得的角度来进行拍摄。嗨，大家好，我是 Louis。那 Insta360 Go 3呢，是我用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款运动相机。论画质，它绝对比不上可能 DJI 跟 GoPro。但自从我拿到它之后呢，我出门的所有拍摄，我就会习惯把它放在包包里面。那我自己是越用越喜欢。虽然画质比不上别人，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说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相机呢？那原因呢，就是它的大小，我自己觉得很熟悉，跟我的那边差不多。对，我是说我的大拇指。Don't force me out of bed in your society. Don't push me down the road you're bringing down. Don't try to fix my head, it's just your anxiety. Don't hush me now, cause I just wanna shout. Don't make me Go 3这次最大的亮点呢，绝对就是它这个全新的 Action Pod 拓展舱。那现在你终于在 Go 系列产品里面拥有一块萤幕了，不用再拿起手机，然后去连接它的 App 才能看到画面。你直接拍摄的时候呢，它就有一块萤幕可以让你直接看。那当然，这个 Action Pod 它不只是一块单纯的萤幕那么简单。Go 3呢，这次光是机身就可以直接拍摄到45分钟，比 Go 2多了50%。那如果你把机身放在 Action Pod 里面拍摄，总时长可以达到170分钟。虽然我自己平时很少是放在这个里面拍摄，我通常都是拿起来拍摄，然后拍完之后再把它放进去，然后需要拍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但是如果你是有长时间需要拍摄的这种需求的人的话呢，你现在也不用再担心电量的问题了。Go 3这次也针对了 Vlog 的受众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翻转萤幕设计。那不管是 GoPro 或是 DJI 呢，他们的设计都是在这个前面放一个小小的萤幕设计，让你可以看到自己自拍的画面。那 Action Pod 的翻转萤幕肯定就是会比这个小萤幕来得更大、更清楚的看得到自己。第3点是我自己觉得最屌的，就是它可以无线监控。那无线监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Go 3它的机身拿出来之后呢，它的 Action Pod 画面不会黑掉，而是你可以直接继续无线的监看自己正在拍摄的画面。不管你把你的 Go 3放在哪边拍摄，你都可以用这个萤幕看一下构图，然后调整各种设定。那当然你不能离得太远，它的官方是写5公尺。那我自己觉得我是希望可以再做远一点点，但是已经有这个功能，已经是很谢天谢地，很好用了。你体验过你就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Go 3的机身。机身本体防水可以到5公尺，但是下水记得要装着这个镜头的保护镜。那 Action Pod 的部分跟 Go 3一起就不可以下水，只能防泼水、防溅水。那基本上下雨天或是简单的水下拍摄都是可以足够完成的。Flow State 的防抖也稳的没有话说，但是画质方面从原本 Go 2的1440p 提升到现在最高可以记录到 2.7K 30帧，1440p 50帧。对，它没有4K，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比不上可能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是我自己觉得它的画质虽然说不够好，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够用。那当然，这是对我来说，如果你是很在意画质的画质控、画质党，没有画质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是活不下去的人的话呢，很抱歉浪费你的时间看到现在，你可以把影片关掉了。那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对画质这个话题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就是最近看了很多 YouTube 创作者的影片，然后我发现其实蛮多人都是用运动相机在记录生活，在拍片，而且流量很高。流量高就代表大家喜欢看嘛，像是阿滴生活啊、Hook 啊，然后其他就不一一举例了。那用运动相机来拍摄的话呢，绝对比不上可能普通的类单啊、微单啊，他们拍摄的画质来得好。那我就发现说，其实创作者他们呢，肯定不会省这么一点点钱，就是他们如果要提升画质，一定
是可以去提升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如果能够最无痛、最方便去记录下所有的画面，绝对比把某一个画面拍得好看更重要。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支影片都请摄影师，这样子时间跟金钱成本都会太高。那自己拍摄的话呢，像是我最近蛮常出国拍摄，当你要带上各种器材啊、相机啊、镜头啊、空拍机，然后在身上背一整天，然后出去好几天，其实是很累人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外面拍摄的时候呢，在所有的行李之外，你只需要带一个小小的这种运动相机出门的话呢，长期来说，对于这种很耗费身心灵的创作者工作来说，一定是最健康的拍摄模式。所以，如果是在考虑想要买一台相机，开始认真记录自己生活的人的话呢，画质真的不一定说要追求到最好，不免可以尝试一下，先从自己的手机开始拍起。那拍着拍着，如果你真的拍出兴趣，想要购买相机，再去购买。那如果你想要购买你的第一台相机，建议你可以先从这种运动相机下手。那如果是用来 vlog 的运动相机呢，我绝对是优先推荐你这台 Insta360 Go 3。Go 3呢，这是新增了3种收音模式，然后增加了2个收音单元。那在这么小的机身里面放入2个收音单元，就可以看得出这次 Insta360是针对这个收音呢进行了一个增强，然后也重视收音这个环节。就像我上个礼拜影片讲到，就是收音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现在听到的收音模式呢，是这个单向指向的增强模式。那我觉得还蛮适合用来做这种 vlog 的收音来做使用。那接下来我把它切换成立体声，给大家听一下差别。现在呢，我开启了这个立体声的收音模式，整个环境的声音应该会再更明显一点，然后我的声音应该也会再更饱满一点点。但是如果今天环境比较嘈杂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建议开启单向增强模式收音，声音会比较干净一点。第3个模式呢是降风噪模式，那顾名思义，这个模式就是在风比较大或者在运动的时候来做使用。那我现在故意把平衡车稍微骑快一点点，让这个风噪声比较明显，然后呢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过滤的效果怎么样。那如果你是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人的声音、人的细节会被过滤掉一些，所以自己可以评估一下这3种模式要在什么时候来做使用。Back in my bag, sorry， 先看看，千万不要跑动。加油加油！各位，我们准备要开始了。 Back in my bag and I gotta brag, I do this shit for real. When we was down and we had nothing, we had to share a meal. Put the shit in overdrive with no steering wheel. Shorty throw that thing back in a pair of heels, yeah, she be. 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整体来说就是2个字，很舒服。那绝对是超越了我其他运动相机的这种使用体验。首先是它这个机身是磁吸的设计，这一点让原本就很小的体积可以更容易的吸附在各种有磁铁、有磁性的面积。我跟你说，当你认真仔细观察你身边有磁性、有磁铁的这种地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多更多。那原厂的话呢，它有标配3个配件，第一个是帽夹，夹在帽子上面呢，可以很简单的拍摄到第一人称的视角。那当然你有想到的地方都可以夹。那第2个呢是磁吸挂绳，当成项链戴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把Go 3吸在胸口。这个项链是可以调整长短的，吸在胸口前面，穿个白 T 用来拍摄第一人称，我自己觉得会比帽夹来的更不引人注目。最后一个是这个转向支架，可以搭配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粘性底座，那只要光滑平坦的干燥表面都可以使用。那用完之后如果脏了就用清水清洗，晒干之后就能够再重新使用。那如果你是 vlogger 的话呢，这个转向支架是1/4锁孔，可以搭配各种支架使用。那原厂它有一个迷你的自拍杆，不要看它只有小小的，其实它展开的长度还蛮长的，收纳方便，然后使用起来也完全足够自拍使用。那 Go 3连接这些配件的方式呢，也是透过磁吸，那改善了从 Go 2原本就是只有纯磁吸的这种固定方式，现在机身的磁吸跟转向支架的磁吸多了一个小卡口，装上去基本上是100%不会掉落啦，然后拿出来的时候也不会多费力，就是浪费这种磁吸的设计。而且不只是Go 3的机身可以吸 ，Action Part 也可以磁吸。那如果是帽夹跟磁吸挂绳的话呢，就当然就是纯磁吸的，就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刚刚聊到的这些呢，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功能。那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像是移动延时，用来拍摄车子啊、飞机啊、各种交通等等的情境，我觉得效果都还不错。那延时摄影的话呢，我会用来拍摄各种有的没有的缩时，很方便。然后它的画面有3种广角的模式可以做选择，所有的菜单功能设计都很直白，而且还有一个可能算是很冷门，但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优点，就是它的触控反应真的很灵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产品它的触控功能是没有那么灵敏的话呢，我自己用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用起来那么灵敏，就是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如果你看到这边，代表你可能对这个产品有一点点的兴趣。那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它的缺点。那我先说结论，就是它都在意料之内，不算是很致命，所以你可以安心的观看。首先就是它夜拍的部分，真的算是差强人意。但是运动相机就是需要光嘛，但它的晚上的噪点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如果你是有晚上拍摄需求，而且很多的这种人的话呢，建议你可以去考虑其他品牌，夜拍会好很多。第二点就是它不能共用这个 Go 2上一代的这个产品的配件。那虽然它本身就有标配3个配件，但是如果你有为了可能 Go 2额外购买一些其他配件的话呢，就是很抱歉。
你买了购3之后，你就是要再重新购买一次。第3点就是它没有办法装记忆卡，它是这个内存的容量，跟买手机一样，它有提供3个容量让你去做选择：32GB、64GB、128GB。虽然我自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绝对不算是一个缺点，甚至是优点，因为不能装卡就代表你不会忘记去装卡。但我还是相信很多人是希望可以去装卡的，所以我还是把它列为一个缺点。那第4点呢，就是在连续拍摄的情况下，它会过热。虽然说它会过热，但是它不会停止录影，所以你可以把整个机内的容量录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小心，就是这个购3它的小小的机身会真的蛮烫的，就是会可以烫伤的那种烫，所以就是要小心一点。那最后呢，就是它的无线遥控会延迟。那这个延迟我自己是觉得不受影响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需要非常及时的去看到画面，又不是在拍广告，我只需要用它来监控画面有没有歪掉。虽然对我一样是没有什么使用上的体验的影响，但是有延迟这个就是一个必须提的一个缺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缺点是有，但是不致命。就是如果购4它可以改善，可能把画质拉到4K， 然后夜拍功能再好一点，我觉得也不用再去要求它的延迟少一点，过热少一点，它就是一个几乎完美的运动相机。可能这个电量稍微再提升一点点也会不错。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 Louis， 我们下次见，Peace。